20多年的历史都点滴在心头。那莉风灾，南港的大爱电视台突然淹水了，那时候我们如何的因应？2001年的时候，我是一个摄影记者，我们到了汐止的大同路，晚上8点多，那时候水大概淹到小腿肚。我们就跟着那个消防局的人，他们拉着橡皮艇，然后一群人就往前走。我记得那个，其实水真的来得很快。当我们从一开始进去到走到那个房子的时候啊，那时候已经到腰部了。当时啊，我们想说去旁边的大楼去看看那边的状况，怎么能够再多拍一些。在车上听到广播，这边也淹，那边也淹了。可是很想把这个袋子赶快送回公司播，所以第二天天一亮，我就看到有那个消防局的车子啊，他那个加高的那种吉普车，我就拦着他，我说：“载我出去，拜托，我要提去上大。”真正是再好好的回忆过去啦，这一段那莉台风的，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严峻的考验。当初咱伫南港中视底下旧电台，因为呢，当初我们要把慈济的这个精神，要建立一个台的心愿很坚定。所以虽然我们来救人的台。不过，我们的心呢，已经立志要自建，所以感觉到说这种播出信息啦很重要。那莉台风那天半夜4点多，我父亲跟妹妹开车送我，但其实在南港路3段就淹水进不去了。那我就把西装、衬衫、西装裤通通放在包包里面，慢慢的走进大爱电视。那时候只有一念心，无论如何都要回到大爱电视。那到了大爱电视其实没有用，因为全部断电，没有办法播出任何的节目跟新闻。所以姚师兄希望我到林口播新闻，在中华搜救总队的帮忙之下搭船离开。我跟同事黄宁浩带了许多摄影设备离开，好像把一个小小的新闻部搬离了大爱台。商人说大爱台的讯号不能断，因为不知道大爱台的讯号一断，谁的生命就断了，谁的慧命就断了，哪里的法脉就断了，所以它是这么的重要。这就是当时把每天新闻传送出去的临时副控室，大家脚上的装备标配啦，就是一双拖鞋。模糊的纸张是当天晚间新闻的排播顺序。这个临时副控室隔着一道门就是播报的新闻棚了，打开一小个缝，是希望能够听到现在是播到哪一节新闻。这个脚下穿雨鞋往上看是谁？阿英师姐还有宜龙师兄也很年轻吧？他们是当下就是马上拍摄完，马上把新闻带送回来。明君所说的简单摄影棚看到了，就是灯光也不佳也没有读稿机，但是相信我们有图有证据，我们是靠实力在播报。听到了，那个时候都是年轻的菩萨，而且呢有决心赤子之心很坚定，所以讲水淹管啦，还是呢勇猛前进。大家人伫咧抢救遐录影带，迄时候偌无简单呢，唔是干那同仁在抢救呢，每一位安尼伫管部大家人拿毛笔，是安尼轻轻啊写，轻轻啊写那要安怎样让它晾干？这迄种的细心慈爱啦，如何把我们的慧命，在袋子都是慧命啊，我们要延续慧命的袋子救回来。那无在慈济人，其实无法度
去完成。我们看到的袋子一箱一箱回到关渡的时候，每一个箱子里面的塔袋都是泥泞。你可以想象，从拆解到复播，它是多么的不容易。也感恩资深师姐、静阳师姐，还有我们很多的资深高师兄他们的陪伴。我们不懂，但是大爱台的同仁亲力亲为的教我们怎么去清洗这些袋子，因为它是我们珍贵的财产。这一波呢，慈济人间大藏经，不是飞天转地，但是呢，咱神通广大，咱大家人的精神，迄个精神啊，迄个神很精纯，所以很精纯的那一份精神啊，大家人的付出，所以值得慧命抢救，让它成为流传后代。咱拢是迄个事，咱拢有做过，咱有见证过，所以咱有责任甲做起来。这实在是迄种守护慧命啦，守护爱在这个时候呢，总是最真最诚。所以听到真正是真感恩，真正的迄个感恩真是应该是印记啦，很深深的烙印真的是很感恩啦所以今晚回头来看这不都是每一尊都是菩萨吗？伫迄个时，古甲人啦，伫这个时呢，我们在国际间真正的也是呢，感觉迄种慈济也有为佛法提升到现在呢，联合国迄个桂次林去我们也可以呢，有一席在那里，可以去表达慈济做的事。因参加总是呢推动塑形，这伫高峰会推动树，伫迄个所在现场嘛，真正真侪人。迄个摊位树，这真正是真感恩啦。当然，咱过去资深医疗教育人文，这是伫人间的迄个带动。其实要安怎样净化？现在呢，都是污染，天空、大地、人心都在污染中。一直几十年来，我拢讲为了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在每一年的岁末祝福都是这么说。但是最近，我都一直认为，一定呢要推树。这树呢，可以啦，让它这个空气污染减低，大地可净化，人心可转变这种转恶行善，这都是需要推树。师父定来讲，天气啦、地气啦、人气啦，三气。这人气呢，那就是
脾气啦，歹脾气的人吼，我心都无歹啦，我只是敢若脾气较歹啦，脾气较歹，动不动都要甲人冲突，冲突就冤家，冤家就结仇成怨，这安尼，敢是敢若脾气较歹尔定，毋是个人的代志。这种个人是影响大众，也是人间社会的代志。所以呢，人间社会呢，甲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需要净化人心才会当祥和社会啦，这是真重要。